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打开撒迦利亚书第6章。这一章画面感爆棚，完全像是变形金刚加玩命关头古代版。你以为只是马车？错，这可是天启战车，每一辆背后都有神的任务。准备好了吗？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。撒迦利亚一抬头，看见什么？哇！4辆马车从2座山之间冲出来，山还是同山。各位想象一下，画面就像赛车比赛起跑线，但这不是柏油跑道，而是宇宙级舞台。每辆车的马颜色都不一样，第1辆红马，第2辆黑马，第3辆白马，第4辆有斑点斑驳的马。各位，这画面如果今天出现在 Netflix， 你一定会怀疑这是不是《冰与火之歌》外传，还是赛马娘神学版。撒迦利亚当然看傻了，他立刻问天使：这些是什么？天使回答说：这是天的4风，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普通马车，这是神的执行部队，出征去完成他的计划。天使很清楚交代，黑马出到北方地，白马跟着出去，斑驳马跑向南方。红马呢？经文有点悬念，好像没有明确指派，留下一点神秘感。而神说，北方之地的灵已经得安息。哇，这意味着神的审判已经临到，也带来平息。各位观众，这画面是不是很像全世界的外送平台 Uber Eats、Foodpanda、Lalamove 都按区域分派？只是撒迦利亚版本的外送不是送真奶，而是送神的审判和安慰。接下来更惊喜的反转来了，神吩咐撒迦利亚从几个被掳归回的百姓手中收银子金子，做一个华丽的冠冕，戴在大祭司约书亚头上。哇，这可是爆点啊！因为照理说冠冕应该给君王戴，但这里却戴在大祭司头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这是双职合一的预表，那位将来要来的苗裔，也就是弥赛亚，他要同时做君王又做祭司，治理又代求。这个角色不是一般人，而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今天一个人同时是总统又是牧师，你敢想吗？总统下班不是开记者会，而是带大家祷告，而且法律问题跟灵性问题他都能搞定。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是终极的君王，也是完美的大祭司。这章一开始，画面充满战争感、行动力，战车冲锋，4风奔跑，好像全世界都在动荡，但最后却落在一个极安静的画面，冠冕、苗裔、和平的治理。神在告诉我们，战争与审判不是终局，他真正的心意是带来一位完全的领袖，他能建立和睦，完成圣殿，让神与人真正同住。来，放到今天的生活，想象一下，你上班每天忙到爆炸，专案像4辆马车一样从4面8方冲过来，老板交代的红马，客户催促的黑马， KPI 白马，还有家庭责任斑驳马，你整个人快被压垮。但神提醒我们，最终决定胜利的不是这些压力，而是那位真正掌权的苗裔。当他掌管，你就知道自己不是乱跑，而是被安排在一个更大更稳定的计划里。撒迦利亚书第6章给我们3个大亮点：一、4辆战车，神的行动部队，代表他的审判与掌权遍及全地；二、北方得安息，神的计划不只是审判，
也带来平息和恢复。3. 冠冕与苗裔指向耶稣，他同时是君王与祭司，带来最终的和平。在人眼里是战车横行，但在神眼里，一切都走向苗裔带来的和平。